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8季前情提要。中城出现一个连环杀手，由于其冷核聚变的能力特性，导致现场找不到任何痕迹，几名死者的特征也完全一致。连环杀手通常会对同一类人下手，这便是闪电侠小队需要调查的事情。艾瑞斯得了时间病，身边总会错乱。他找来了园林医院静治力科的大夫迪恩进行面诊，详细说了自己的病情、眼前的东西消失、桥的变化等，拍了一个简单的 CT。迪恩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，可艾瑞斯认准了自己有病，在患者的强烈建议下，迪恩仔仔细细拍了个 CT， 这一看不得了啊！艾瑞斯这是患上了无诱发性的时间大病。迪恩从未见过如此症状，一时间也没办法确定具体情况，他得回园林医院问问自己的兄弟姐妹。患者最怕大夫突然安静，艾瑞斯一直魂不守舍。苏迪尔邦做客了《公民报》，自从解决了家事之后，苏现在继承财产变成了白富美，几个小目标身上还是有的。此次来到中城就是为了接手一下家里的老业务，顺便来看看这边的老姐们儿。毕竟苏也是《公民报》的股东之一，没多留他就要去海滨城继续工作了。最近还听说海滨城出了个会穿墙的转化人，这消息还并未传到中城，所以阿莱格纳想跟踪报道一下。同时他和艾瑞斯好奇一件事儿，海滨城距离此地甚远，没有粒子加速器等因素影响，那些人是如何获得超能力的？苏却告诉他们，世界各地有着不少转化人，是因为体内潜在的转化基因在特殊情况下被激活了。这倒是艾瑞斯联想到了自己的状况，是时候去散散心了，便一拍大腿要陪苏走一趟。于是他们抵达了海滨城。苏多精啊，就猜出来艾瑞斯来这儿有别的原因，是阿莱格纳先提出要跟着报道的。艾瑞斯做老板的没有必要亲自来一趟。他又问了问艾瑞斯和拜瑞的感情状况，得到了一切安好的回答，苏就直接开口问原因了。艾瑞斯有些犯难，但手机救了他，已经追踪到了穿墙转化人的位置。两女来到咖啡馆，确保自己没找错人。这个女孩极其谨慎，面对苏和艾瑞斯的盘问，她什么也不透露，甚至还想溜溜。不巧的是，店员喊了她的名字提尼亚。艾瑞斯和苏索性开门见山，如果女孩被超能力所困扰，他们可以提供相关方面的帮助。星辰实验室专治转化人呢。提尼亚秒拒，还戳烂了艾瑞斯的手机。显然艾瑞斯这直接 talk 的模式不管用了。苏作为当地的女富豪，海滨城几个街区都是她家名下的，想找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女孩易如反掌啊！但他想弄明白艾瑞斯真正的目的。病情一说，苏就明白了，感情艾瑞斯是把迪恩查出大病来，为此跑到海滨城分散注意力来了。他倒是能理解一二，苏的父母以前就是干坏事，他同样抗拒过、逃避过，不管是什么负担和压力，或者疾病和意外，最终问题还是要自己面对。命运不会因为你的胆怯而仁慈。经典的触类旁通，艾瑞斯又通过别人误了呀。他知道提尼亚也一定在逃避着什么。女孩溜到一间房子里，这里显然很久没有人住过了。她没走几步就被苏和艾瑞斯给逮到了，具体的来龙去脉两女早就查出来了。为了防止女孩乱来，苏拿出一个盒子，谎称是星辰实验室研发，用来抑制提尼亚改变自身分子结构的矩阵。从见面第一眼开始，他们就怀疑提尼亚无家可归，便动用了超能力调查了海滨城的失踪人口报告，发现提尼亚的寄养家庭上报了走丢。他们顺势而查到了提尼亚的生母，这才知道她生母的住处，也就是现在的这所房子。一段心酸的故事从女孩嘴里说了出来，她是被生母抛弃的，从小就知道这事儿，但无能为力。现在有了超能力，她就想借助超能力找到对方，问问他为什么丢下自己，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来看自己，甚至期望有一天母亲能够重新认自己这个女儿。这些原因苏和艾瑞斯猜出了大概，所以提供了帮助。提尼亚也终于卸下了防备，接受了帮助。至于什么矩阵，那都是苏编的，实际上就是一个破盒子。中城这边全员集结调查连环杀手。虽然拜瑞利用了乔呢凶手没头绪就去查死者的技巧，但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。他很需要凯瑟琳的技术，但凯瑟琳现在放飞自我约会去了，只留下了第二战力冰霜坐镇实验室。切斯特编写了一套算法，用于追踪对方的冷聚变。当他看到死者烧焦后的照片时，想起了自己的父亲。切斯特赶快振作起来，测试了成果。连环杀手的火焰极为特殊，虽然是火，却冷到极点。即便有了追踪器，也无法做到提前报警，这是很难提前预测的能力。拜瑞也只能时刻保持警惕，尽可能及时赶到。很快，算法给了回应，中城出现了最为匹配的温度范围。拜瑞第一时间出发了，时间差捏得很紧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现场的黑色火焰退去后，只剩下一具尸体。拜瑞的挫败感无比强烈。作为闪电侠，因为来得太晚而有人牺牲，
这是他难以接受的。他以犯罪现场调查的身份对尸体进行了分析，死者曾是一名瑜伽老师，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看到尸体时，切斯特心里又是一紧。白瑞发现死者身上还有些许残留的黑火，这让切斯特不禁说出了华氏451度。华氏451度是纸张开始燃烧的温度，他想要把黑火收集起来，但需要一个特殊的容器。切斯特刚好有一个，是之前和雷一起研发的，可以保证黑火的完整性。他只是说了个大概的模样，白瑞就抽搐隐身消失了。很快，白瑞带着容器重新回来，顺利地将黑火收在其中。有了这份样本，会大大提高追踪的效率，但现实是残忍的，他们无法从黑火中提取到有用的成分。实验室仍是没头苍蝇，白瑞前往了警局，和克里斯汀商量商量。这边就只剩切斯特一个人想办法，他只喝了一口咖啡的功夫，容器里的黑火就消失了，转眼就在远处的桌子上燃烧了起来。可蔓延的速度非常之快，眨眼就烧向了切斯特。他猛然惊醒，才发现这只是自己做的梦，黑火还老老实实的待在容器里面没动过。梦里的叫喊声甚至惊动了冰霜他们，塞西尔也感到了他强烈的恐惧，可切斯特却表示自己没事，噩梦而已。说完就出去透气去了。几女相识也意识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，切斯特是个瞒不住事的人，但今天却格外反常。阿莱格纳作为官方 CP 直接过去套 K 下，不管自己说什么，切斯特都提不起兴趣。他知道切斯特的压力山大，闪电侠小队的后勤保障一般人干不来呀，但还是希望他能把心里的话说出来。喜欢的女孩都倒腾成这样了，切斯特也只好歹，正准备开口，就发现黑火又逃出去了。有过一次经验的切斯特马上反应过来自己在做梦，但他越想清醒过来，黑火就烧得越大，直到自己和阿莱格纳退到了死角，才断定眼前发生的是真的。阿莱格纳冷静掏出手机呼叫了闪电侠，白瑞赶过来就是乌拉鬼怪快闪开啊！但没得实际卵用，黑火并不需要氧气助燃，结果黑火自己消失了，并没有伤害任何人。众人聚在一起商量着对策。火焰本身就是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东西，加上黑火的温度极低，这更加难以追查。对方的能力神不知鬼不觉就入侵了实验室，和幽灵一样。当众人说到这个话题时，塞西尔读到了切斯特强烈的悲伤，但大家没有直接问他，只当是最近压力太大了。因为黑火可以随时随地出现，所以白瑞有个猜测，黑火是对方在远程控制，那连环杀手可能从没有亲自到过现场。想到这儿，白瑞要求封锁实验室，他会搜索全城，直到找到凶手。与此同时，阿莱格纳再次找上切斯特，声明小队会一直罩着他。备受感动的切斯特选择说出真相，不能因为自己的隐瞒而害别人身处险境。切斯特断定黑火就是自己的父亲，自己的父亲也是因为一场火焰意外身亡，当时的尸体和这些受害者一样。而父亲出事那晚，切斯特并没有在场救下他，所以他觉得是父亲缠上了自己，以幽灵的形式。切斯特跟鬼上身一样，越来越激动。阿莱格纳连忙安抚了他，凭借大家从切斯特口中知道的回忆来看，他的父亲是个好父亲，不会做这种伤害儿子的事儿。况且阿莱格纳不相信世界上有鬼，两人决心联手调查个究竟。可走到一半断电了，阿莱格纳见切斯特慌得一匹，霸气地表示想动你先动我呀。实验室的报警早就响炸了，已经蔓延到了各个房间，正在破坏实验室的各种设备。一旦星辰实验室都被融化，那所释放的物质会毁了城市。粒子加速器就是先例呀！事到如今，切斯特也没工夫担惊受怕。他若不提供技术支持，谁也保不准会发生什么。黑火最集中的地方是跑道房，这里只能由白瑞和冰霜来对抗，而他们俩谁也无法扑灭火焰。这不靠氧气又温度极低的火焰是个棘手的东西。闪电侠和冰霜也只能做到拖延时间。事已至此，阿莱格纳只能把切斯特以为的事儿告诉了塞西尔。顿时塞西尔就感到了无尽的绝望啊！这不单单是切斯特的，还是成千上万人的，还有痛苦、悲伤等各种负面情绪。黑火越来越大，实验室受损严重。白瑞这边也只能是拉住冰霜的手，两人利用共振躲避着黑火，以防被烧成干炭。切斯特当真在黑火中见到了父亲，瞬间就变得无比自责，而那无尽的负面情绪也正是来自他的父亲。男人想让儿子跟着自己走，说着还伸出了手。塞西尔马上开口制止，因为他还感受到了阴谋。这黑火明显是在利用切斯特的悲伤，从而诱导他送死。对方是专门吞噬别人负面情绪的野兽。但当局者迷，切斯特对父亲的情绪逐渐放大，甚至想过这么跟父亲走了，至少自己不会再自责。伙伴们一直鼓励着他，只有切斯特自己想通了，才能打败黑火。Talk 几乎不失败，切斯特想到了父亲真正的样子。
那是个为了孩子付出一切的伟大男人，会为儿子现在的工作而感到骄傲的男人。知道切斯特在帮助闪电侠行善时，他只会更加欣慰，绝对不会做出让切斯特去死的事情。想到这儿，他克服了自己的悲伤，而原本就是因为他心魔而产生的黑火，自然也就烟消云散。白瑞和冰霜也解除抽搐，但手还紧紧握着。经过乔的仔细调查，也的确发现这几名死者都有负面情绪，有的是刚刚失去了家人，有的是刚刚破产。总之，黑火都是借助他们的悲伤而行动。这也让闪电侠小队明白一件事儿：苦苦寻找的连环杀手或许并不存在，从头到尾，这都是一团拥有高等智慧的火焰做的。他会利用人类的情绪，还有独立的思维与计谋。闪电侠小队再次对上了非人类的存在，在大家的帮助下，切斯特也正视了父亲的离开，同时也和阿莱格纳的感情更进一步。夜里，白瑞和艾瑞斯通着视频，他们各有各的麻烦，也只能是相互嘱咐安全。挂断视频后，迪恩突然出现，最怕大夫突然安静，更怕大夫叹气。艾瑞斯有大病了。家事原因更新变慢，下期见了。